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文峰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交流电的产生。各位同学知道交流电是怎么产生的吗？我们只要把一个磁铁放在一个线圈里面，来回不停的抖动，它就可以产生交流电了。那如果在交流电发电机里面呢，我们就必须把线圈放在磁场中，让它一直不断的旋转，产生相对的运动，它就可以发出交流电了。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各位同学可以从左边的图当中看到一个交流发电机的模组，将导线绕成一个长方形的线圈，称为一匝。我们把它放置在 NS 两个磁极之间，旋转之后就可以产生感应电势了。线圈在磁场中并不是全部都能够产生感应电势的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知道 C 跟 D 为无效线圈边。因为它的移动方向与磁场方向是平行的，所以没有办法产生感应电势。接下来我们看 AB 为有效线圈边，它可以产生感应电势。那如果我们用 Z 来代表有效导体数 ，N 代表匝数，则 N 就会等于2Z， 因为我们一匝线圈会有2个线圈边。各位同学可以从线圈 B 侧看到它的移动方向为朝上。而它的磁场方向为朝右，也就是 N 到 S 的方向。这个时候所产生的电流为向右上方流动。而线圈 A 侧，它的移动方向为向下，它的磁场方向依然为 N 到 S 的方向，也就是向右。这个时候所产生的电流方向为向左下。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电流是从 A 端流出。B 端流入，在 RL 上面所造成的电压极性为右边正，左边负。根据弗莱明右手定则，我们可以知道 A 跟 B 之间会产生大小相同、极性相反、串联相加的感应电势。各位同学可以从图中看到，我们一匝的线圈会有2个线圈边。如果每一个线圈边都能够产生感应电势1，则我们 VAB 之间就会有2个线圈边。那这样子的话 ，VAB 就会等于2E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图，左边的这个图分为4个位置，让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当线圈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，它导体的运动方向跟磁场的方向会随着夹角西塔而改变。根据 E 等于 BLV sin 西塔，感应电势的大小也会跟着不同哦。各位同学可以看到，磁场方向是固定向右方的方向，而在 E 的位置的部分 ，A 端的线圈边它的移动方向是朝右，而 B 端的移动方向是朝左。这个时候，移动方向跟磁场方向是平行的，所以没有办法产生感应电势。接下来位置2的时候 ，A 线圈边的移动方向为朝下，而 B 线圈边的移动方向为朝上。这个时候，线圈的移动方向跟磁场方向呈垂直，所以可以产生最大的感应电压。那由于电流是从 A 端流出 ，B 端流入，所以我们的 VAB 为正的。所以在下面的正弦波当中，我们的电压是正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位置3的部分。位置3的部分，线圈边 A 它的移动方向为朝左边。线圈 B 的移动方向为朝右边，这个时候移动方向跟磁场方向是平行的，所以没有办法产生感应电势。各位同学可以在下方的波形图当中看到，它的电压是0。接下来是位置4，在位置4的时候，线圈边 A 它的移动方向为朝上，线圈边 B 它的移动方向为朝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电流是从 B 端流出 ，A 端流入，所以 A 端是负端 ，B 端是正端。那如果是 VAB 的话 ，VAB 就会等于是负的。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下面的波形为电压是负的。那经过这样4个位置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完整的正弦波。以上这个单元我们介绍了交流电如何产生，各位同学记得吗？我们要将交流电输出到外部的负载，必须透过滑环这个装置哦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，要再多看几遍哦。